第8回，内容主要讲述了重阳先生对于先天真理及修行的教导。他以圆圈和点的图示来解释无极和太极，强调性本先天、一气的道理。他指出，凡人因为贪嗔痴爱而迷失本性，无法体悟大道。重阳先生告诫修行者要去除酒色财气，并且要正心诚意，才能断除病根，达到修行的目的。在打坐的方法上，重阳先生教导要静坐忘情，止念，以达到神活心静的状态，并详细说明了打坐的姿势和注意事项。最后，他强调修行要勤勉，并提醒学习者要随时反省自身的行为，以达到真正的道理。整体而言，这段内容探讨了修行的根本原则和实践方法。现在，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心外求仙，路就差；水中月影，镜中花。先天妙理，君知否？只在一心，便可夸。话说，重阳先生对丹阳、孙不二曰：性本先天一物，圆坨坨，光灼灼，虽有其名而无其形，不识不知，难画难描，有何所似？吾今为汝等勉强图个形象，汝当自成。先生说罢，即取笔在手，向红漆凳儿上画了一个圈圈，于圈圈之内点了一点。画毕，即向马丹阳、孙不二曰：汝二人可识此义理吗？马丹阳与孙不二齐声答曰：弟子等心性愚昧，不能识此义理，望师父指示。重阳先生曰：头一个圈儿是浑浑沌沌，天地未分，日月未判之象，名曰无极。无而生有，故于圈内生出一点，是名太极。这一点生天生地生万物，这先天由太极而生，这一点即为一气，故曰先天一气。这性从先天而发，发于未有其身之前，着于己磨其身之后。这一点灵性是不生不灭之根，故曰灵根。这灵根无人不有，只是凡人自昧耳。自昧者，自迷耳。自迷本性，遂使妄念其生，挟持随念而入，永失先天，不闻大道也。苦海无边，何所是岸？切乎！悟道者无几人，行者少食餐。先天随处皆可验，莫以人心问先天。若以人心问于先天，先天原不可得。是道心问于先天，先天即在目前。人心者，即一心暗昧贪求之心也；道心者，即天良发现之心也。天良既发现，先天不求而自得也。又要却病，却病者非却风寒暑热之病，要却贪嗔痴爱之病。此病易却，百病不生，可以延年益寿，可以成佛作仙，为圣为贤。今将这一步功夫传于汝等，当勉而行之。除病之道，要除病根，寻着其根，并不难除也。其病多半从贪嗔痴爱得来，又有酒色财气所致。是故修行之人，必先除酒色财气，去其外感，后绝贪嗔痴爱，去其内伤，病根自拔，病体自愈，然后道道可修，长生可得。今以酒字而言，有人知酒之为害于道也，势必除之。即见酒由精精以戒自持，或因人劝，或见人行令，而遂有欲饮之意。本不曾饮，而此意一起，即如欲也。此乃酒之病根也。除者须于起意之时除之，方能拔尽其根。有人知色之为害于道者，势必除之。
即见色，犹念念以戒自持，或骄姿献媚，窈窕成情，而心意颇动，遂有羡慕之情。本不曾通，而此情一起，即如通也。此乃色之病根也。除者，须于起情之时除之，方可尽去其根。可见酒色之病根，皆藏于心意之间。欲去病根之道，先正其心，使成其意，而病根自断也。其病根之不断者，有心意之未正也。心意未正，偶发一念，虽不曾饮，而此以意欲饮也；虽不曾通，而此情意欲通也。先时原无此想，因感外而动内，有水中之月，按时积水，水动则月亦与俱动，虽无其时，而形影亦摇也。真道不可得也。欲求断根之法，如有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，见如不见，闻如未闻。是有忘人、忘我、忘众生之语，道有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之说。此皆可以除酒色之病根也。至于才字难言矣。有因道源未就而暂作计较者，有因身家甚穷而孤求生活者，其事不得不然。尚有略计圆心之力。其余若讲门面者，有讲声势赫义、衣服饮食者，有讲田园庐舍者，以及奇技巧淫者，常在名场利手中打滚，屡于算盘斗秤内苛求，既欲求名求利，又欲成仙成佛，这个样儿也来学道，岂不可笑？至于气字，人人未平，刚气谁人有，正气谁人养？不过是一切静气、燥气、血气、俗气，或于貌上流露，或于言中争胜，或于势中争强，或于愤中逞雄，任气不任力，安有浩然之气哉？如此等人也来学道，岂不可笑？此等病根，欲求断绝之法，如曰：不义之富贵，于我如浮云；又曰：持其志，勿暴其气；是曰：不受福德，得成于忍；道曰：息魄吝贪，慈心下气。此皆可以除财气之病根也。以上四端，欲斩断病根，必正其心念。如在乎醒，事在乎觉，道在乎悟。能醒，能觉，能悟，则天下事看得透彻也。重阳先生说，除病之理已毕。马丹阳、孙不二又问打坐之功如何用法。重阳先生曰：静坐忘情，只念心死神活，后扑坐入，宽解衣带。于子时向东微微盘膝打坐，卧固端身，叩齿咽津，舌抵上颚，耳以反听。微开其目，以垂眼帘，以神光反照于其下，故曰玄关。静坐之功，须止妄念，有一毫妄念，则神不纯阳，而功难成也。又要忘情，情不忘，则心绪不宁，道亦难成也。后扑坐入者，时可耐坐而身不倦也。宽衣松带者，使气得以行住也。子时者，乃阳气发生之时也，而向东者，取生气也。盘膝而坐者，收养神气也。卧固者，即全手以两拇指掐第三指，为忘形也。端身直脊者，使两肩通达而气不壅塞也。唇齿相扣，使重楼无后气之患。口乃气窍，口开则气散，故以闭之耳。反听者，耳通经窍，遂于音声，故反听而不闻。微开目者，是不生于黑暗也。目为神窍，
目伤于色，神从色散，全开则神漏，全闭则神暗，故半垂帘也。目光自玄宫反照于其下，由天之日月光明而生万物也。寡言语以聚气，使气不漏于口；绝音声以养精，使精不漏于耳；空色相以凝神，使神不漏于目，故谓之无漏真人也。重阳先生讲道已毕，又曰：此乃打坐之功，入德之门矣，不可视为虚妄。汝等当勤而行之，自有应效，休得懈怠，自悟前程。先生说罢，又格外指拨一番。马丹阳、孙不二默会其意，辞了先生，各归原处，依法行持，见有应效，以为道止于斯，再不到安叩求精微，只按照这一点功夫，竟做过了月余。马丹阳正在厢房内打坐，只见重阳先生走进来，马丹阳起身接入，先生坐下与丹阳曰：大道无穷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要使贯通万化，不可执其一端，要诚心向道，真心改过，方可有益于身心也。道不向不成，一时一刻不离本体，一言一动必由寸中，心心不昧，念念皆人，此真向道也。过不改不除，如病在思，则以公心去其思；病在欲，则以理心去其欲；病在偏，则以忠心去其偏；病在傲，则以和心去其傲。凡病在此处，即于此处治病。求助如此，随起随绝，随绝随扫，随扫随灭，随扫随灭，自然心中和如春风，朗如星月，阔如天地，静如山岳，渐渐气满神逸，莫运乎一元，充周乎四体，不知不觉之间而大道成也。不提王重阳先生与马丹阳谈道，又说孙不二独自一人正在房内打坐用功，忽见王重阳先生掀开门帘走进房来。孙不二猛着一惊，慌忙站起身，正要开言问他，只见先生笑而言曰：道理精微，道法无边，一体贯通，万派朝宗，要活活泼泼做来，自自然然行去，方为有功。如你这次冷冷清清，孤孤单单坐在这里，总是无益，岂不知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？似你这样死坐，使阴阳不能相通，怎能怀胎，怎能产婴儿？我与你讲，若要这个不离那个，你若要那个，依然不离这个。王重阳先生几个这个那个，把一个孙娘子说得满脸通红，羞愧难当，气得浑身打颤，急忙掀开门帘，跑出外面，到堂前坐下，即唤使女秋香快去请员外来。秋香见主母如此作怒，不敢迟慢，忙到前厢来请马员外。丹阳正陪着重阳先生讲说妙道，忽见秋香慌慌张张走进来，对马员外曰：不知主母因何发怒，坐在堂前，叫奴婢来请家爷，有话要说。马丹阳即辞先生曰：师父宽坐一时，弟子去便来。重阳先生将头点了一点，说：你去你去，不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不知这个那个，理顾起这样那样心。